布局 PCB 以前，我发现了供电是要做保护的，除了这个保险丝过流保护的保险丝，还应该需要一个过压保护 TVS 管，以免电瓶的低压母线产生一个电压尖峰，就有可能烧芯片，把这个烧了。尤其是五伏供电也要做一个过压保护，以免把数字芯片烧了。这个芯片最高电压只允许6伏，万一个电压尖峰就会把芯片弄坏，所以我需要把12伏和5伏都加一个 TVS 管。如果使用74161芯片做16进制的循环计数器，可以把电路简化到影片中的这个电路，它可以从1数到16，也就是0到15，然后自动归0，继续下一个循环。不需要再加上一个什么反向器或者一个 MOS 管与上拉电阻组成的硬件反向器，它就可以自动循环计数，这样可以简化 PCB 的焊接，省去一些成本。总共焊4个灯，其中2组分为红灯，2组分为绿灯。每组灯有1块 PCB， 含有一个频闪 strobe。
上电，嘿嘿嘿。12伏，电流调大一点，启动。红灯不亮，绿灯亮。哎，击穿 LED 灯短路了，被短路击穿。终于把灯修好了。之前红灯为什么不亮？是因为 LED 灯芯片它就是个发光二极管，有一个阴极和一个阳极。这两个极在这个具体的芯片上就对应的一个封装，一个焊盘，用来焊接在板子上的一个焊盘。绿灯的焊盘和红灯的焊盘对应的阴阳极的方向都是反的，这个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的是个反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这灯好烫，温度特别高。我在设计灯的外壳的时候，必须用一个铝合金的散热，用一个热交换器，不然这个灯的温度太烫了，散不了热。所以在接下来设计外壳，必须要集成一个风冷的热交换器。趁着航行灯的材料没有都到，我先把着陆灯，也就是远光灯给装了。着陆灯，然后呢，控制着陆灯、驱动着陆灯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，我先把这个魔盒装上去。这个东西就可以通过飞控把这两个灯打开和关闭。着陆灯已经装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嚯！怎么样？效果怎么样？啪 ！biu！ 哇，挺亮，挺亮，挺亮。此外，我设置了另外的，它还有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它也可以控制着陆灯，跟右边的按钮一样的。比如像这样 ，biu， 效果怎么样？立竿见影。关灯，啪，不错不错。
安装在飞机上，效果就是这样的，是通过一个内置的 3D 打印的支架和紧固件拧在一起的，然后通过这里的一颗紧固件与机身锁死，效果就是这样。内部有一个线束的插头，走线走在这个里面，然后接12伏供电。等下晚上可以上电测试效果。然后这里还有电池的这里，我也做了一个防撞的，尤其就是插拔电池的时候，防止手臂撞上这个尖锐管子的防撞块，可以保护用的。然后我用电工胶布把它贴上去，看它能不能贴得紧。如果贴不紧，就用 duct tape 贴。看起来这个还是贴不了很紧的。看，给它按紧了，过一段时间或者是手这样一拨，它都容易松动。等一下是用 duct tape 吧。Strobe light 效果不错，不错。